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9季第3集。夜幕降临，又到了辛巴的哄睡时间。给玩偶道晚安的时候，小心还好好的，然而辛巴一把他放床上，他就挣扎起来，抱住辛巴就不肯撒手。偏偏辛巴还带着孩子们在客厅 happy， 这让辛巴哄睡的难度直线上升。好不容易把小心按在了床上，结果裙子又被抓住了。辛巴没办法，只得再去给他倒杯牛奶喝。没想到这也出幺蛾子了，因为要腾手倒牛奶，辛巴就把孩子暂时交给辛巴。怎料这小家伙挣脱辛巴，直直朝辛巴扑了过去，结果就是孩子接住了，可是牛奶洒了一地。趁着辛巴出去买牛奶，兄妹俩决定帮妈妈在网上找找能不能解决婴儿缠人的问题。还别说，上面真就有针对婴儿问题的解答。这公司称有新型婴幼儿懂事教育方法，他们会上门服务，帮助小孩提高独立性和自主意识。咨询师可提供24小时服务，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家庭。没过多久，咨询师来到了家里，他首先就斥责辛巴对孩子过度爱护。对此，他表示必须采用魔鬼教育法。将小心放在地上后，他就拉着辛巴离开了。看不到妈妈，小心立马就哭了，这哭声把辛巴的心都给震碎了。他想立刻冲出去把小女儿抱在怀里，然而步子还没迈出去就被咨询师拦住了。他不是在哭，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独立。虽说如此，但辛巴还是踢开咨询师跑了出去，却见小心拿着字母摆了个我很好。这样看来，辛巴的离开确实帮助他独立了。小心现在确实已经不需要辛巴了，他能自己想办法爬餐桌，然后坐在小凳子上吃香蕉和看书。然而辛巴看到他如此独立，却并不是很高兴。这时辛巴刚好从外边回来，辛巴就顺嘴问他去哪里了，然后辛巴就说自己做了5夜拖车郎，几天不回家是正常情况，他的工作向来都飘忽不定。辛巴也不想管他，就说想做这个就做吧。小心现在是越发厉害了，几日不见都会给自己剪手指甲了，还会自己制作宝宝成长日记。无所事事的辛巴只得抱起了土豆，幻想着是一个婴孩躺在自己的臂弯。小新和眼镜仔在圣经上找污秽的词，好在未来骂人的时候用。这时辛巴找到小新，他很担心辛巴，毕竟他有整整4天没回家了。辛巴的话刚好被门外的小新听见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新也看见妈妈望着窗外，担忧的说：“你在哪儿啊，默默？”小新想了一下，决定出门去找爸爸。要说辛巴到底去哪里了，就不得不说他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。当时因为小新弄洒了牛奶，于是辛巴赶紧开车出门去买。他首先去了快一买超市，没想到偌大的丁香金1瓶牛奶都没有。这也不怪阿普偷懒没进货，而是全都被混混们给买走了。据说把牛奶、曼陀斯、彩票刮奖蟹混合起来可以助燃飞行器，看金宝那样子，这应该是正确的配方。无奈之下，辛巴又来到了酒吧，老谋子倒是端出了一杯白色液体，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牛奶还是油漆。不过这也没关系，辛巴尝一口就知道了。好家伙，尝了一杯才确定这就是油漆。春田镇没有，辛巴就只能去往周边城镇，谁知连续经过了好几个小镇都没有牛奶。正当辛巴绝望之时，突然一辆牛奶车从旁边驶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车进了急斗室，于是辛巴赶忙把车停在银行前面，就走进了超市。这次没让他失望，他买到了想要的牛奶，然而他的车却要被人给拖走了。原来银行门口明确写了是不允许外人停车的。辛巴连忙找到拖车司机讲明了情况，说自己也不容易，开了一晚上就为给孩子买牛奶。听辛巴这么说，司机决定放他一马，就说只把他带到车辆处理厂。一路上这位司机摇头晃脑的听着摇滚，辛巴就很惊讶，说没想到他老板允许他这样放肆啊。司机被辛巴的话给逗笑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老板，他是为自己打工，为自己挣钱，想上班就上班，想休息就休息。就这么开着车四处溜达，调戏街边站着的美女，拖乱停的车。交谈间，拖车已经开进了车辆处理所，这里站着很多车被拖走的人，全都恳求着这位拖车司机大发慈悲，把他们的车还给他们。辛巴看到这些人摇尾乞怜的模样，很是羡慕，就想着要是自己也获得了这份工作，那不也是跟上帝一样，别人只能看他脸色行事。司机见他如此感兴趣，就邀请他也加入这拖车行列。反正春田镇的地盘正好空出来了，他连拖车都给辛巴准备好了，只需500块就能把那红色的老家伙给带走。不过加入这行列还需要遵守2条规矩，第1条只能在春田镇活动，不然他就完了。第2条，钩子必须要朝外，朝内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。之后辛巴就正式开始了拖车工作。第1辆车不太顺利，钩子一拉分崩离析，有了失败的经验，第2次就勾对地方了，就是完全不顾别人，本身就有特别停车权。开着拖车的辛巴那是所向披靡，拖着儿子就在马路上飞驰。就这样，小新还觉得不够刺激，要他老子再加速，结果就是辛巴一个急刹，小新撞在了车上，生死未卜。骗你的，主角怎么可能生死未卜啊？趴了没多久，这父子俩就抑制不住笑了起来。随着辛巴对拖车工作越发熟练，他也越发上纲上线，就连直升机停在消防栓上，他都给人家拖走。好好的拖车，竟给整成了放风筝，天上飞的还是干不过地上跑的。几番较量之后，直升机像死狗一样被拖走了。自从获得了这份工作，辛巴好不威风。
疯，直接用工资请好兄弟们喝了杯最贵的酒，为 Homo 以及被他拖走的车干杯。兰妮很是高兴，别人车被拖走了，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车停在外面了。听到这话，辛巴来劲儿了。酒吧的外面只允许停1个小时，而他们已经在这里停了81分钟。讲到这，辛巴抛下朋友们去拖车了。兰妮还以为辛巴在跟自己开玩笑，直到看见自己的车消失在了视线外。这天，辛巴回家时恰好看见了小新，却把拖走校长车的事跟儿子说了。小新本就喜欢捉弄校长，听到这事儿自然来劲儿。又见窗外校长开着旋转椅上班，更显滑稽，而且紧接着还被路过的车子碾成了麻花，简直把父子俩斗得前仰后合。这时弗兰德走了过来，说是替校车交罚款，因为一整车的学生都被拖走了。辛巴这不近人情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公愤，老谋子在酒吧贴了辛巴的照片，用来扔飞镖，吃我一镖，你个大独裁者！他们都已经受够了辛巴拿着脱钩当令箭，可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毕竟连市长都没办法。这时校长妈妈站了出来，凭借着前3任丈夫都是拖车师傅的经验，她知道这些人都特别在乎地盘，针对这点，她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报复计划。晚上，众人齐心协力把一辆车推到了激斗士的地界，然后在车前涂上了残疾人专用的标志，接着又往车上贴了很多张罚单，最后把激斗士的标志换成了春田镇，就躲了起来。辛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计谋，还像往常一样开着拖车在街上巡游，接着就看见了那辆为他精心准备的汽车，无数罚单占了残疾人的停车位，挡住了消防栓，还有看不懂的车牌。如果说他的拖车生涯是一部电视剧，那这一定就是第2场高潮。然而他没想到，刚把拖钩挂上，之前领他进门那司机就气冲冲跑了过来，我说了别和我抢地盘。辛巴本想解释自己并没有出春田镇，却不想那帘子早已被拉下，露出了激斗士的标识。这一下辛巴慌了，忙跟那司机赔不是，可人家根本不听，直接扳手下去砸晕了事儿。那司机拖着辛巴的拖车，拖车又勾住辛巴，就这样在大街小巷穿行。还别说，看辛巴这样子还挺享受的。那司机把辛巴带回了家，然后扔进了地下室。他不是第一个被关进来的，还有好几个哥们儿，他们都是因为抢占了地盘沦落至此的。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，只有一扇窗子与外界连通。自辛巴被抓后，人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，他们是想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，完全不用担心。他觉得没了辛巴这样不近人情的执法者，社会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节。这天，卡尔就把车一脚刹进了残疾人停车位，而属于残疾人的校长妈妈一看位置被占，就报复性的占了3个停车位。紧接着是寻找位置的明星，见有人把车横着停，直接踩油门冲了上去，看看谁敢这么横。这天，辛小妹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她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回家，辛小妹很担心，就多问了几句。然而枪口对着辛巴，她不敢多说，只说在工作，让女儿不要担心，也不要报警。说罢，辛巴就挂断了电话。没有了辛巴的春田镇，没过多久就成了交通事故频发的地方，马路上挤满了车子，甚至墙壁上还挂着车子，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有人都在互相指责，想做什么也全凭喜好。船和飞艇都上了马路，最夸张的还是火车，这都能开进城镇。外界一片混乱，地下室却风平浪静。辛巴凭着丰富的电影阅历，给哥几个讲起了故事。他现在在这群人中那是备受推崇。再说回小新，从金蝉脱壳离开房间后，他骑着圣诞老人小助手就出门了。这一人一狗走过了春田镇的很多地方，最后循着味道来到了激斗士的标识之下。这时小新发现了一根 M 头发，对着月亮一看，这不就是老爹鬓角的那根吗？看样子方向没错，他指挥狗子加快了步伐。此时辛巴正在地下室进行演说，如果我当选了这个小社群的主席，还没说完就瞥见了窗外的小女儿。恰好这时那拖车司机要出门工作了，小新就把那车上的拖钩勾在了窗户栅栏上，那司机一发动车子，这窗户就被拆除了。顺着这个洞，辛巴重获了自由。接着父女2人就回到了家中。当得知是小新救了辛巴，辛妈的心情有些复杂，看来那个时时刻刻都需要自己的小女儿是真的回不来了。不过辛妈也看开了，她已经学会了抱土豆袋。谁知小新看到那系着蝴蝶结的土豆袋，气不打一处，几步上前就把她打翻了，然后向妈妈伸出了手。辛妈试探地抱起了小女儿，但她还是不确定小新是否真想要抱抱。不等妈妈把话说完，小新就用奶嘴封住了她话，捧着妈妈的脸亲了一口。这样乖的小婴儿，谁舍得放手呀？所谓物极必反，人似乎总会陷入一个怪圈，就像是粘人的小新一样，时时刻刻不能离人的时候，辛妈会觉得麻烦，可当她真的脱离了自己的怀抱，却又无比想念。其实有的时候粘人并不意味着不独立，这仅仅只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。更何况比起孩子需要父母，可能父母其实更需要孩子。再说辛巴的拖车经历，作为执法者，他确实如人们所说的不近人情，而且拿鸡毛当令箭。但没有他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又将怎么样呢？没人愿意做那个被人讨厌孤立的人，然而这个社会却需要那些被讨厌的人。有了这些少数的令人讨厌的人，整个世界才能被大多数人喜欢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